你以为在高级日料店花大价钱吃的名贵海鱼，很可能是养殖货，而真正的野生美味往往就藏在菜市场那些不起眼的冰鲜摊位上。你大概不知道，市面上有些鱼就算砸再多钱也养不出来它们，性子太烈，脾气太硬，离了深海宁死不屈，宁可一头撞死在网箱边上，也不肯吃一口人工饲料。今天我们就揭开这个行业内极少明说的秘密，带你印识8种至今人工根本养不活的纯野生海鱼。这些鱼几乎全部来自大海的深处，它们是大自然最珍贵的馈赠，每一条都带着海洋深处不可复制的鲜美密码。我们要说的第一种鱼是大鱼，你在广东沿海的大排档一定吃过它，它的肉质像蒜瓣一样洁白紧实，清蒸之后淋上滚烫的豉油，那股香气能飘满整条街，或者用砂锅做成啧啧包上桌时还在滋滋作响。但你绝对没有在市场里见过活的大鱼，一条都没有。市面上超过99%的大鱼都是冰鲜或者急冻品，原因非常简单，也极其残酷。大鱼生活在60到100米深的海底，它的身体结构已经完全适应了那种巨大的水压。当渔网把它快速拖上水面的时候，周围的水压急剧下降，它体内的鱼标会像被突然吹胀的气球一样迅速膨胀。很多时候，鱼标会直接撑破内脏爆裂，这条鱼在出水的那一刻就已经当场死亡。这就是活大鱼永远无法出现在岸上的根本原因，这是一个物理层面的死结。任何养殖技术都无法改变这种深海鱼类的生理构造，你就算用最缓慢的速度给它减压，它也撑不到水面。退一万步讲，就算人类想办法模拟了水压，还有其他2座无法逾越的大山挡在前面，大鱼天性凶猛，是纯粹的肉食主义者，它在海里只追捕活的小鱼和小虾，那些活物的游动轨迹和气味才能触发它的捕食欲望。人类配置的颗粒饲料，无论怎么调配营养成分，扔到它面前就像扔了一把塑料渣子，它闻都不会闻一下，宁可活活饿死也不妥协。这还不是最麻烦的，大鱼的身体密度比水大，它必须不停地游动才能维持在水中的浮力平衡，这是一种刻在基因里的生存本能。如果在狭窄的养殖池里，它无法像在海洋里那样持续巡航，它很快就会因为缺乏运动空间而产生严重的应激反应，轻则沉底，导致内脏长期受压受伤，重则直接撞死在池壁上。所以你放心的买，你在任何地方吃到的大鱼都绝对是海里捞上来的纯正野味。挑选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几个要点：鱼鳃要翻开看，必须是鲜红湿润的，鱼身用手指轻轻按下去，要能迅速弹回来，触感紧实有弹性，鱼鳞要一片片紧密贴合，闪着耀眼的银白光泽。符合这些条件的野生大鱼肉质细滑，富含人体必需的不饱和脂肪酸，吃起来每一口都是大海的味道。第2种鱼是马鲛鱼，它是海洋里的超级游泳健将，身材呈完美的流线型，尾巴像一弯有力的新月，它的游速快如闪电，是天生的长距离迁徙冠军。这种鱼需要极其广阔的水域来供它高速冲刺，高速游动是它维持正常新陈代谢的唯一方式，就像鲨鱼一样，停下就意味着窒息和死亡。现在你试着想象一下，把它关进一个水泥砌的养殖池里，那个对它而言堪比囚笼的狭小空间会让它陷入极度的焦躁和恐惧，它会拼命地在池子里乱窜，反复用身体撞击坚硬的池壁。这种行为会导致它浑身布满擦伤，鳞片大片脱落，口腔和吻部撞得皮开肉绽，最终因为伤口感染或者体力衰竭而死。这种强烈的应激反应目前没有药物能有效控制。虽然从纯技术的角度讲，人类或许可以强行养活马鲛鱼，但那需要建造一个堪比足球场大小的巨型养殖池，还要安装超大功率的造浪泵，日复一日地模拟海洋洋流，同时必须把水中的溶氧量维持在一个极高的数值。光是电费这一项开销就是一个惊人的无底洞。而海洋里的野生马鲛鱼资源目前还相当稳定，渔船出海一网捞回来的成本远远低于在岸上。
用电费堆出来的养殖成本。这笔经济账算下来，没有任何养殖企业愿意做这种亏本生意。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它的食性上，它只吃中上层的小型鱼类，对饲料完全不接受。强行驯食只会增加更多的死亡损耗。正因如此，如今你在菜市场见到的所有马鲛鱼100%都是野生海捕，它的肉质厚实紧致，肌理分明，而且这种鱼的鱼刺非常少，只有中间一根主脊骨，大人小孩都方便吃，切成手指厚的段，用海盐腌上半小时，下油锅干煎，煎到两面金黄起壳，外酥里嫩，咸鲜扑鼻，或者加蒜头和酱油红烧，也是下饭的一流菜式。第三种鱼是文昌鱼，它的外形非常独特，身体扁扁的像一把银色的扇子，鱼鳞细小而紧密，在光线下会反射出闪亮的光芒，肉质洁白如玉，鲜甜程度远胜普通海鱼，因此它一直被视为海鱼中的上品。但是业内所有的水产专家都一致公认，文昌鱼是海水鱼类中最难驯化也最难养殖的品种。没有之一，文昌鱼生性极其敏感，胆子小得令人难以置信，在海洋里哪怕一点轻微的动静都会让它迅速逃窜。一旦被渔网捕获或者被投放到人工养殖环境中，它会陷入一种极度的恐慌状态，那种反应可以用歇斯底里来形容。它会不顾一切的猛烈撞击网箱或者池壁，那种挣扎的力道之大，往往导致鱼体表面大面积擦伤，全身的鱼鳞像雪花一样脱落到水里。更严重的情况是，这种剧烈的应激反应会直接引发它体内代谢系统崩溃，导致它直接在挣扎中猝死。这就是养殖户常说的应激性死亡。生存环境这一关它过不了，下一关吃的问题更加棘手。文昌鱼对食物的挑剔程度可以和深海贵族鱼媲美，它需要的营养成分组合相当特殊，市面上那些普通的配合饲料根本满足不了它快速生长和维持体色的需求。长期吃这些不对胃口的饲料，它的免疫力会像断崖一样下降，接着在养殖池这种高密度的狭小环境里，灾难就会降临。细菌性烂身病和寄生虫病会以惊人的速度爆发和传染，一个池子只要有一条鱼发病，不出1周全部鱼都会死光。大量的药物被投进水中，试图控制病情，但药物的成本叠加于致死亡的损耗，让养殖成本彻底失控。最终核算下来，养殖户发现养文昌鱼别说赚钱了，连成本都收不回。所以你在市面上买到的文昌鱼毫无例外全是由渔船从外海捕捞回来的，它是纯天然野生海味的杰出代表。第四种鱼是小黄花鱼，这种鱼的分类名字里必须加一个小字，因为还有一个跟它长得有几分相似，但体型大得多的亲戚，叫大黄花鱼。大黄花鱼如今已经实现了大规模的人工养殖，因为它的个头大，能长到好几斤重，市场上售价高，利润空间足够诱人。但是小黄花鱼完全不是这回事儿，它个体相对娇小，长不了太大。最关键的是，它对生存环境有着极为固执的要求。小黄花鱼是典型的暖温性底层鱼类，它终生都在贴近海底的那一层水域生活，对那片水域的底层水温、海水盐度以及海底底质的类型，它都有固定的偏好。它喜欢在沙泥混合的柔软海床上觅食和栖息，人工挖掘的池塘无论怎么消毒和铺设泥沙，都无法精确复制出大自然经过亿万年演化才形成的那种海底环境。还有那种无时无刻不在微妙变化的水流条件，人工造流永远达不到天然潮汐的韵律。既然养殖环境模拟不到家，鱼的生长速度和存活率就上不去。而养殖小黄花鱼的单体成本极高，小个体鱼在市场上的卖价又相对有限，两头一挤利润空间微乎其微。相比之下，渔民从大海里捕捞到的野生小黄花鱼资源还算稳定，出海就能收获的现成野味，谁还愿意费时费力去搞高成本低回报的养殖？你平时买到的小黄花鱼大小不一，颜色自然，全都是野生的，它的肉质也呈蒜瓣状，但比大黄花鱼更加细嫩鲜美，不需要复杂的料理，两面煎到微黄，加酱油和少许糖红烧一下，那盘底的汤汁都能让人拌下3碗白饭。第五种鱼是秋刀鱼，
这种鱼可以说是东亚地区最深入人心的平民海鲜，尤其是秋风起的季节，大街小巷都飘着烤秋刀鱼特有的焦香。你对它非常熟悉，但你可能不知道，它根本离不开大海，一天都离不开。秋刀鱼属于极度敏感体质，它的鱼鳞非常容易脱落，这层细小的鳞片是它保护皮肤不被细菌入侵的盔甲。一旦在捕捞或者运输中，鳞片被刮掉，下面的皮肤就会直接暴露在水中，很快细菌就会从破损处侵入，引发严重的感染，溃烂而死。它对水质和水温更是敏感到了苛刻的地步，水温稍微波动1-2度，或者水里的溶氧量有一丁点下降，对它来说就是一场灭顶之灾。它会立刻做出剧烈的应激反应，在池子里慌乱游动，几分钟之内就会因为生理功能紊乱而死去。另外，秋刀鱼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消化系统，它的肠道很短，消化极快，需要一刻不停地进食浮游生物。如果因为任何原因停下来没东西吃，它很快就会因为能量耗尽而死亡。在人工环境下维持这种24小时不间断的活饵投喂机制，经济成本会高到足以拖垮任何一家养殖企业。因此，我们至今在市面上见到的所有秋刀鱼全部来自海洋捕捞。秋天，它为了产卵会回游到近海，这时候体内的脂肪最为肥厚，用铁网夹住放在炭火上，烤到鱼皮焦脆，鱼油滴在炭上滋滋作响，挤上几滴柠檬汁，那股香气是秋天最美好的记忆。第6种是剥皮鱼，它的名字非常直白，得名于它那层必须被撕掉才能吃的粗糙外皮。它的学名叫马面鱼，也有人叫它面包鱼。剥皮鱼常年生活在寒冷的深海区域，那里的温度低，海水压力大，环境稳定。要想人工养殖它，首先得在岸上模拟出这种深海低温高压的环境，这需要投入极其昂贵的设备和持续的电力消耗，养殖成本一开始就降不下来。但这还不是它无人养殖的根本原因，最根本的原因出在市场的消费端。剥皮鱼的长相说实话不怎么好看，甚至可以说有点丑。在如今这个看重颜值的高端水产品市场里，它这副外表不太讨喜，消费者买回家处理起来也麻烦，需要撕掉一整张厚皮才能见到里面白嫩的鱼肉，这就导致它的市场定位一直被压在低端或者中低端，价钱卖不上去，养殖成本又居高不下。对于养殖户来说，这是一种典型的低附加值鱼种，与其投资去攻克养殖它需要面对的那些深海环境技术难题，不如直接把钱投到那些市场价更高的鱼种上。何况海洋里的野生剥皮鱼资源量目前仍然很大，渔船拖网一拉就能捕获不少，自然供应充足，而且价格便宜，没有商业动力驱使它走向人工养殖。你可别因为它便宜就看不起它。剥皮鱼的肉质非常紧实弹牙，而且它有一个巨大的优点，就是没有细小的鱼刺，全是整块的鱼肉，给小孩和老人吃特别放心。用它来红烧，加葱姜蒜焖到汤汁浓稠，鱼肉吸饱了酱汁，鲜美无比，也可以炖汤或者烤着吃，都是极好的选择。第7种是沙丁鱼，这种身体修长银亮的小鱼是海洋食物链金字塔的基座。沙丁鱼具有极强的群居性，它们在海洋里集群游动的时候，规模可以达到几百万条甚至上千万条。那团巨大的银色鱼群就像一片在深蓝海水中高速移动的金属云。这种壮观的生活习性给人工养殖出了一道巨大的难题，要养殖它，你必须模拟出那种庞大的鱼群密度和它们特定的群游回游路线。这条技术鸿沟目前还没有人能成功跨越。同时，沙丁鱼的单体价值很低，它个头小，价格便宜。如果搞人工养殖，投入和产出的比例会严重失衡，花了巨大的研发和设施成本，最后产出的是一种市场上能轻易买到的便宜鱼，这违反商业逻辑。更为关键的是，沙丁鱼是大自然最慷慨的物种，它拥有极其惊人的繁殖能力，全球各大渔场的沙丁鱼资源量非常庞大，每年的野生捕捞量就已经足够满足全世界人类对于罐头和鲜鱼的全部需求。
人类没有任何必要再去耗费资源进行人工增殖。你从市面上买到的沙丁鱼，无论用来香煎还是做成茄汁鱼罐头，都是补充优质蛋白和欧米伽3脂肪酸的绝佳选择。它100%来自野生。第8种是豆腐鱼。豆腐鱼在广东也被叫做狗头鱼，这个昵称生动地描述了它2个最显著的特征：头和身体相比显得有点大，以及肉质嫩得像水豆腐。它的肉含水量出奇地高，通体几乎呈半透明的凝胶状放在嘴里，轻轻一抿，鱼肉就化成了鲜甜的汤汁滑进喉咙。这种极致软嫩的口感让喜欢它的人爱不释手。豆腐鱼之所以不用人工养殖，理由非常直截了当，因为它太好活了，根本养不住。它本身的生命周期非常短，从小鱼苗长到上市规格只需要很短的时间。而且它拥有强悍的繁殖能力，在自然海域里补充种群的速度相当快，这就导致海洋中豆腐鱼的资源量一直很丰富且稳定，渔民出海捕捞的渔获量完全可以覆盖市场需求。加上豆腐鱼烹饪方式相对单一，主要是用来炖汤或者裹上蛋液、面粉油炸，它的市场刚需并没有大到供不应求的地步，它的价格又很平民，几块钱就能买1斤。对于水产养殖户来说，去养这种自然海里多的是，并且价格上不去的鱼是完全不合逻辑的。既然大海里有免费的，而且管够，为什么还要自建池塘，花大力气去养呢？你如果喜欢喝鱼汤，遇到新鲜的豆腐鱼，千万不要错过。买上几尾处理干净，只需要放几片姜和一点盐，就能炖出一锅奶白色的浓汤。那鲜美的滋味，温润滋补，是其他养殖鱼给不了的口感。以上这8种海鱼，任凭人类的水产养殖技术如何突飞猛进，它们始终顽固地恪守着野生的天性。它们有的躲在高压的深海底部，出水即死；有的性格暴烈，撞烂脑袋也不肯屈居水泥池中；有的嘴巴刁钻，除了活的鱼虾，什么都绝食抗议；还有的干脆是身价太低，连人类都懒得打他们的主意，任由他们在大海里自由生长。这些鱼都是大海最纯粹的礼物，是没有经过任何人工干预的纯天然野味。在你享用这些鲜美滋味的时候，唯一需要担心的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如何辨认它们的新鲜程度。因为这些鱼绝大多数是深海鱼或者高速洄游鱼类，它们一旦脱离原来的水压和环境，就会立即死亡。所以你永远不可能在菜市场看到它们在氧气泵的水箱里游动，你见到它们的时候，它们全都是安静地躺在碎冰上，或者被冻在冰箱里的冰鲜或急冻品。这种形态对于野生海鱼来说是正常的，不代表不新鲜。你需要掌握几个简单的挑选技巧。第一步，看鱼鳃，这是判断鲜度最直接的标准。用手翻开鳃盖，看一看里面的鳃丝颜色。新鲜的鱼鳃必须是鲜艳的红色，湿润不粘手。如果鳃的颜色已经变成了暗红、发灰、发黑，或者上面附着了大量浑浊的粘液，那说明这条鱼已经离水太久，不够新鲜了。第二步，看鱼眼。新鲜的鱼眼应该是饱满突出的，黑白分明，眼珠清澈透亮。如果鱼眼已经凹陷干瘪，眼珠发灰发白，浑浊无光，那代表着它的肉质已经开始腐败分解。第三步，用手轻轻按压鱼身，手指压下去，如果能立刻感受到鱼肉的回弹力，按压处迅速恢复原状，这就说明鱼身的肌肉组织还保持着良好的结构。如果按下去就是一个坑，鱼肉松散不回弹，那很可能是经过反复解冻导致的肌纤维断裂。买回家之后，应该尽快把它们处理干净，放进冰箱冷藏保鲜。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锁住那股只有深海野生鱼才有的独特鲜美。在这个连海底龙虾都能在水泥池里养出来的时代，还能吃到一口没有被人工干预过的纯正野味，实在是难得的福气。下次你再去菜市场的时候，请一定记住这8张面孔，别因为它们冻在冰上，其貌不扬就忽略了它们。它们不声不响地躺在那里，每一片鱼鳞都在告诉你，这就是大海深处最真实的样子。